一只小小的蟑螂竟然被玉皇大帝封为灶神，真是万分奇怪。灶神又名灶君司命，乃是民间信仰的传统神灵，在百姓的心里具有崇高的地位。传说每到年末，灶君都会受诏上天，向玉帝汇报这一年里人间的大小事情，所以家家户户都要送灶神。送灶神的贡品一般都用一些又甜又黏的东西，如糖瓜、麦芽糖、猪血糕等。总之，用这些又黏又甜的东西，目的是要塞住灶神的嘴巴，让他回天上时多说些好话。所谓吃甜甜，说好话，好话传上天，坏话丢一边。灶神是汉族民间最富代表性、最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流行神，寄托了汉族劳动人民一种辟邪除灾、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。可再怎么说，让一只蟑螂当灶神，这多少是有点过分。按照玉皇大帝的说法，蟑螂无处不在，能够监察到人间的大小事情，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于是大手一挥就封神了。可事情真的有如此简单吗？大家都知道，天庭之上天规森严，普通神仙不允许动情，而偏偏玉帝却子嗣成群。流传最广的自然是七仙女的故事。可身为三界的至高统治者，膝下怎么可能没有儿子？传说这灶神就是玉帝的三儿子，因为年纪最小，所以备受父母的宠爱，成天无恶不作，见到漂亮的仙女就去调戏一番。玉帝看到儿子不成器，便将其派到人间历练。王母心疼小儿子，于是把最有油水的灶神之位赐给他。看似是一只蟑螂，下一秒他就摇身一变，巧立名目什么的，神仙也玩得很溜。玉帝儿子的待遇自然非同一般，除了蟑螂身份受领的灶神之位，他还有一个瘟神的身份。一听名字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自持身份高贵，瘟神向来不把别人放在眼里，为非作歹被财神爷封印。同样是人间最热门的神仙，财神法力高强，威能无可匹敌，除了有点小心眼，其他一切都好。他们一干人马挫败了瘟神的阴谋，将其封印在金蝉宫内。但身为玉帝的小儿子哪里是那么容易受气的？他修炼强大的万毒魔功，吸引十里八乡的毒虫前来，无穷无尽的毒气汇聚一堂，突破一个小小的封印简直是轻而易举。财神等人闻风而动，可即便是一干人马联手对付现如今的瘟神也是难上加难，更别提队伍里面还有个二五仔。横财神是个墙头草，哪里强往哪里倒，瘟神的堕落和他不无关系。要是将事情的全部真相抖了出来，他也是讨不了好。于是两人便再一次狼狈为奸。财神对立无果，转身去天庭搬救兵，结果却被张天师告知，瘟神的肆虐乃是天意，是因为人间乌烟瘴气所降下的惩罚，不许他再去对付。想要尽快解决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协助人间的郎中治病救灾。这对于财神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事情，因为人间现在的第一神医葛洪是个不尊敬财神的狂徒，死要面子的赵公明是绝对不肯低头的。所幸他还有一群手下，知道财神抹不开面子，便代替他下凡帮助葛洪。别说这男人的医术还真的厉害，即便是常人谈之色变的瘟疫，他也能够轻松治疗。葛洪心地善良，即便是面对以前追杀他的杀手，也慈悲地给予治病解药。夫妇俩济世救民，着实缓解了一方情况，这就惹得瘟神不高兴了。敢破坏他的好事，那必须严惩。趁着神仙们四处撒药治理瘟疫的空档，瘟神给麻姑下毒，让他头晕目眩，难以动弹。葛洪为了拯救妻子胡乱施药，差点也见了阎王。幸好进宝天尊及时赶到，用法力保住了两人的性命。他对于葛洪夫妇现在是异常的敬重，可想要对付瘟神，那必须得财神赵公明出手。葛洪是个倔脾气，同样不肯低头。得知原委之后，宁愿孤身一人跟瘟神单挑，这不是自寻死路吗？众神仙自然不能熟视无睹，他们轮番上阵替葛洪说好话，终于打动了刀子嘴豆腐心的财神。当瘟神要对葛洪下毒手的时候，财神从天而降。今天就算是要被玉帝惩罚，他也要把瘟神打得冒烟。然而对方却丝毫不慌，神功大成的他无可匹敌，财神无法轻易镇压。即便赵公明借来张天师的宝贝葫芦，可对瘟神连一丝伤害都打不出。两人用出法力对峙，你来我往，不分上下，直到财神的援军赶来，瘟神才悻悻地离去。葛洪的小命算是保住了，但不肯接受财神帮助的他，现在也是虚弱得很。在正派等人一筹莫展之际，瘟神却又想出了新的阴谋。小小蟑螂虽然不起眼，也没有毒素，但它却可以携带病毒。瘟神化身蟑螂精，四处溜达在人家厨房里扔蟑螂，朴实无华的战术，一般人根本没有防范。天亮时分，烧火做饭，大快朵颐，蟑螂在附近溜达，轻轻松松就将疾病传播，一个个捂着肚子叫苦连天，不由分说就起了内讧。瘟神暗地里瞧见，欣喜不已，属于他的时代终于要来临了。得了病，百姓都只能找葛洪救命。财神一行人也随之知道了消息，蟑螂作乱，这怎么办？横财神心思一动，想了个歪主意，他们不如上奏玉帝，把蟑螂封神，化敌为友，独占而胜，此乃上上之策。赵公明一听没有道理，是个不错的办法，于是几人上天给玉帝儿子谋差事，那肯定是畅通无阻。就这么的，人间多了位灶君司命，享受万家香火供奉，大鱼大肉享之不尽。百姓们想要在来年五谷丰登、大吉大利，那就必须在年末祭拜灶君，用糖水糊住嘴，让对方上天尽是说好话。这等差事放眼漫天神佛也没有更好的了。
只能说不愧是玉帝的小儿子，待遇就是不一般。封神之后，张郎京摇身一变，恢复了瘟神的面目。虽然他现在有了灶神这个光明正大的身份，但实际上却还是那个为非作歹的瘟神。他可不满足大鱼大肉，要的就是人间乌烟瘴气。现如今瘟疫横行，百姓最渴望的就是健康长寿。瘟神顺应潮流，和横财神联手建造起了万寿宫，将渔民百姓玩弄于股掌之中。结果没几天就出了问题，这群人一个个都成了病秧子，虚得浑身冒冷汗。此时才幡然醒悟，找神医葛洪救命，拜再多的神也是无用功。但这是瘟神亲自施展的邪术，就连葛洪也是无能为力，只能先弄一些补身体的药保命。夫妇俩是一筹莫展，坐诊结束之后，始终在为此发愁，不停地翻阅古籍钻研医术。可偏偏新的问题又来了，葛洪的妹妹葛梅竟然也中了万寿宫的邪毒。因为家里穷，葛梅听说那里派发米面，便私下去了一趟，现如今是后悔莫及。葛梅被葛洪牵连，症状非常严重，眼瞅着没几天好活。葛洪夫妇发了疯的钻研医术，时间不等人。在葛洪外出采药的时候，麻姑冒险以身试药，在自己的身体上钻研针灸技术。很不幸，并没有什么奇迹发生，麻姑刺中死穴，先一步离开了人世间。等到葛洪回来，妻子妹妹双双殒命，霎时间感到天崩地裂，人生顿时灰暗无比。财神在坟墓前现身，他也是羞愧难当。身为神灵，对不起黎民百姓，可到了这一步，一切都晚了，只能尽力去弥补。这一切都是瘟神这个罪魁祸首的错，所以赵公明不将其打得魂飞魄散，誓不罢休。于是乎，横财神又一次叛变了，充当带路党，领着财神到了瘟神的老巢。节操什么的根本不存在。华夏有句古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横财神深谙此道，众位仙家强强联手，任凭瘟神如何狡诈也逃脱不了。一番惊天动地的大战，飞沙走石，遮天蔽日，仿佛有无穷恶鬼在哀嚎。财神拿出从张天师那里借来的降妖法宝，一招深渊虹吸，将瘟神再次打入封印。没办法，毕竟是玉帝的儿子，财神无论如何也不敢真的弄死，并且上面早就交代过，瘟神的作乱是天意，天意惩罚人间，财神又能够如何呢？此事暂且告一段落，财神去找了葛洪。此时的男人倍感没落，人生的是暗淡无光。赵公明决定要做点什么，别忘了他们是神，地府也只是天庭的手下，只要没有魂飞魄散，剩下的操作都是玉帝一念之间的事情。财神联合张天师等人请命，而玉帝看在对方的面子上，就封麻姑为献寿仙子，葛梅作为他的副手一起成仙，算是对瘟神作恶的补偿。葛洪在乡间的小路上溜达，忽然他老婆就出来了，只可惜是来告别的，仙凡有别，成了仙就不能在一起。葛洪从此就只能孤身一人游历天下，似乎并没有什么改变，只是多了几分念想。财神等人喜气洋洋，认为从此就可以安身做神仙了。但别忘了瘟神的身份，玉帝的小儿子，怎么可能会一直受到束缚？被宝盒抓住之后，他就一直在财神家里待着。众人都是有心将其关进天牢，但上面迟迟不发话。终于这一天被瘟神找到了机会，横财神是个墙头草，哪边都不想得罪，于是不出意外的逃了。财神原本还想跟张天师借法宝镇压，现在倒是好了，瘟神从封印里跑出来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上天庭汇报情况，王母说这都是天意，希望他们不要再插手，这也太敷衍了。天意不就是天庭的意志吗？这是明目张胆的包庇自己的儿子。财神也不敢多说什么，毕竟官大一级压死人。瘟神逃走之后，继续不死心的为祸人间。为了和财神等人对抗，还是那座小城，那些熟悉的人，万家老二。这个比瘟神出场还早的家伙还是倒霉了。虽然上来被送了一块金馒头，但绝对是没安好心。万老二是个老实人，最近他那未过门的妻子刚刚找过来，眼看也要人生美满。现在瘟神横插一脚，不知道又会发生什么变故。下期视频为您揭晓。